俄罗斯情报圈经传爆料，中共高层内部已拟定权力更迭方案，习近平将以健康理由交棒，新任中共总书记很可能由更亲西方的新统治接任，这将彻底改变中俄与伊朗之间的地缘格局。这项重磅讯息来自自称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有关联的 Telegram 账号 General SVR。 该账号近日在谈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何应对油价危机时，突然抛出关于北京政局即将变动的惊人预测。不仅如此，海外知名自媒体人、小说家也同步披露，习近平已与党内反习派达成协议，将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等职务，交由汪洋与胡春华等人接手，并由元老顾问团在背后辅政。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继爆料中共党魁习近平连续3次心脏病发作后，自称是俄罗斯外国情报局相关成员运营的 Telegram 账号 General SVR 12号在爆料称，根据政治局收到的报告，中国可能会发生权力更迭，新统治很可能比习近平等人更自由，这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将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将损害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该账号是在谈到普京正试图透过政治阴谋来解决全球油价下跌问题时提到上述说法的。帖文说，普京在与美国总统川普的沟通中谨慎地提出调解方案，并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利但伊朗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另一方面，俄罗斯领导阶层与中国统治们一起鼓励德黑兰拒绝华盛顿提出的条件，甚至拒绝已达成的妥协方案。帖文称，这样的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但这一连串阴谋的薄弱环节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从去年中共3中全会开始，习近平健康出状况，大权旁落的各种传闻就层出不穷。最新的版本是习下汪上，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重出江湖，甚至改朝换代流程的时间表都出来了。海外的 YouTuber 小说家日前爆料说，习近平已经和反习派就新的常委的方案达成了共识。习近平同志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目前临时中央是由汪洋代理总书记，胡春华代理总理，背后由温家宝为首的一些中共元老组成顾问团辅佐新人。爆料称，中共高层已决定近期再举行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习近平以健康等原因辞去相关职务。会议还将宣布中共4中全会会期权力的交接要经中央全会通过，再通报到全党和全国，以显示其走完了合法程序。爆料称，在任何稳定军队、稳定习家军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外舆论方面，也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时评人唐静远表示，上述爆料 Telegram 账号 General SVR 的近日爆料同时指向了一个核心信息，因此值得重视并且引为参考。唐静远认为，爆料提到的种种安排基本上符合中共做事的流程和方式，他们一定会把习近平这次权力的变更做成是一次看上去正常的、非常合法的权力交接。至于说新的常委名单等等这些细节，有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吕家文化学者文昭则认为，习下汪上是海外自媒体人的愿望和联想，为后习近平时代寻找所谓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自己派系里比较年轻的高层，比如丁薛祥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都曾经被猜测是总书记的接班人选。但是导习者对这个想法很不甘心，既然习近平不在位了，干嘛要让习近平自己派系的人上位呢？这不是便于习近平在幕后操纵，又是没有习近平的习近平时代吗？于是导习派就把目光投向了习近平派系以外的人。在中共的政治光谱当中，比较倾向于市场化的就是共青团派。共青团派在习近平上任以来也一直遭到清洗，所以导习人士就认为共青团派回归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是共青团派的温家宝已经太老了，不太可能走向前台，于是眼光就落在了相对年轻的汪洋和胡春华身上。
不过文昭表示，他对这些传言的作用还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些虽然只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一厢情愿的人足够多，它就会有作用。文昭认为，没有必要否定和批评这些政治谣言，因为中共肯定不喜欢政治谣言一波一波的来，一会儿袭下礼上，一会儿又袭下汪上，而是希望大家压根儿就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都相信习近平稳如泰山。从结果出发，任何给中共高层带来摩擦的事，我们都应该欢迎；任何给中共内部带来不稳定的事，我们都应该欢迎。更何况很多情况它并不是谣言，而真的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如秦刚消失、李尚福被抓、许其亮丧命等，都是先通过所谓谣言透露消息，而后来证实的。其实当下中南海权力生变还不止发生于政治传言中，中共官方媒体也不时透露出一些端倪。6月10号，官媒新华社公布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该文件注明时间为2024年8月30号。时评人员中专门分析，该文件应该是在2024年7月的中共3中全会后制定的，以落实关于改革的决定。文件称，再推出一批改革措施，落地一批创新试验，深化一批开放举措，还称要先行先试，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进的新鲜经验。这与当时习近平主持会议的调门大不相同。2024年8月29号，习近平主持了中央改革委员会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中原指出，文件成文时间恰恰在习近平主持改革委员会会议的第2天，与当时会议的调门相左，也没有及时发布。这表明中共内部在3中全会前后确实发生了激烈的路线斗争。这一文件被搁置了9个多月后，如今又忽然被公开，未见中央改革委员会开讨论的报道，而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直接就发布了。这似乎表明中共的路线斗争告一段落，改革的声音重新占了上风，高层权力已发生变化。文昭也指出，中共目前正在脱钩与开放之间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李强和丁薛祥在官媒上的曝光率从5月份开始远远高于习近平，这也是中共内部变化所透露出来的端倪，需要持续关注下去。资深媒体人石山日前在《早安中国》节目中披露，中共官媒的报道对于领导人的排位、报道频率、报道时长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一套规范。中共各级官员就是通过研究官方报道来捕捉政治风向的。而习近平近来频频消失于人民日报，他相信80%基层官员都已知道习近平失去权力。您是怎么看中共官媒报道的变化？您觉得习近平的权力还稳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